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大时局，我是唐韵。93大阅兵现在进入倒计时了，但现在的北京不像要办庆典，倒像是一座巨大的监狱。地铁里突然冒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有的车厢一个门口就蹲着一名警察，再牵着一条警犬。你敢相信吗？不光如此，湖北几位访民在进京的路上直接被一群便衣给拦下，理由是网上逃窜。他们被抓时，有的人还哭喊：“他们把我家都强拆了，还不让我去北京。”这还没完，北京的自来水突然变黑，网上甚至有人放话说要在9月3号搞大事儿。官方更是夸张，直接把大兴、顺义等7个区划进了所谓的净空限制区，再加上之前的9个，整整是16个区。天安门广场从9月1号到3号是关闭的，故宫干脆从8月31号一路封到9月4号。朋友们，这还叫庆典吗？这分明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那问题来了，习近平到底在怕什么？说到阅兵，其实中共党魁习近平对这种形式可以说是有着特殊的偏爱。2015年的时候，他上台不到3年，就打破了中共过去只在11国殇这天搞大阅兵的惯例，第一次搞了个93阅兵。那次阅兵有个创新，就是让56名将军2个一组，在每个方队前面带队，直接接受习近平的检阅。当时分析就说了，这其实是一场政治秀，核心目的就是让这些将军们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习近平个人宣誓效忠。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这么搞呢？因为当时习近平反腐搞的是正凶，军队更是重灾区。徐才厚、郭伯雄这2个军委副主席塌方式的腐败牵连甚广，所以那场阅兵实际上是习近平在向外宣告，军队现在是我说了算。那现在10年过去了，到了2025年了，情况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军队高层又经历了一次人事大地震；不同的是10年前他清洗的是前朝留下的老人，而这一次他清洗的很多都是他自己亲自提拔上来的自己人。比如说，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习近平在福建的老相识，中共20大后被破格提拔，但近期也神秘消失了。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一个个的都是习家军的核心成员。现在的中央军委7个席位空了3个。根据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统计，光是2023年以来，就有超过20名中共军队高级军官还有军工高管被调查，这就尴尬了。你亲自挑选的最信任的将领，一个个都出了问题，这只能说明2件事：要么是你眼光不行，识人不明；要么就是你根本无法真正的掌控军队，保护不了自己的马仔。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
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在这种背景下，再搞一场大阅兵，这就显得特别滑稽。本来想展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结果反而暴露了自己前所未有的掌控困境。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距离阅兵只剩不到10天了，阅兵的总指挥是谁，外界竟然还不知道。这在军事行动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阅兵是一项极其精密、复杂的系统工程。总指挥是灵魂人物，迟迟不公布，这说明习近平连找一个能让他完全放心的总指挥都很难。这背后恐怕就是军中人事系统的全面崩坏。军队高层震荡，最新引发关注的是中共西藏军区司令王凯中将。就在大阅兵前夕，8月20号，习近平跑到了拉萨，接见驻扎在那里上校以上的军官，而西藏军区的军事主管司令王凯却缺席了。有一种观点认为说，王凯应该是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人马。二人呢都曾任第13集团军军长，这次都没有出席习近平在西藏的活动，这很可能意味着张又侠与习近平已经公开撕破脸。但是有人发现，百度百科上关于王凯的词条现在已经被删除了。你现在去搜只会看到你所访问的页面不存在。作为对比，和他搭档的政委袁洪刚词条就显示得很好。那这种定点清除，让你在互联网上社会性灭亡的做法，是中共处理落马高官的常规操作。比如之前出事的武警司令王春宁也是这样被从百度百科上抹掉的。根据联合早报8月22日的报道，有消息说，中共召开4中全会时，将对近期落马的中央委员要做出处理，其中就包括王凯，所以王凯大概率是被消失了。梳理王凯的履历，大家会发现他的背景非常复杂。他曾担任第13集团军的某个旅的旅长，37师的师长。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当中，他率领部队率先抵达了重灾区北川，并指挥官兵挺进震中映秀镇，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也因此获得了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的称号。张又侠从1994年到2005年曾担任第13集团军副军长、军长。从公开报道当中看不到王凯在此期间是否已经进入第13集团军，和张又侠是否有交集。汶川地震的第2年，王凯升任陆军第14集团军参谋长。这支部队是谁创建的？他是薄熙来的爹薄一波创建的。在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领馆，震惊中脉。几天后，当时还是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事儿。他没有去北京解释，反而是带着一帮人跑到了云南，高调访问了第14集团军总部。当时外界都解读薄熙来这是想秀肌肉，有挟兵自重、威胁中央的意思。随后，第14集团军高层被甄别清洗之际，王凯2013年7月却升任第13集团军军长，并晋升到少将。也有分析认为，虽然王凯是第14军参谋长，但他不是一把手，也就是军长，或者是2把手政委，这使得王凯的政治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另外，他身上还有抗震救灾英雄的标签，当局可以借此来增强军队的正面形象。王凯后来是一路高升，2017年他升任西部战区陆军副司令，2021年又被提拔为西藏军区司令，晋升中将。2022年10月又成为了中共20届中央委员。这当然离不开几位军委大佬的提拔。在此期间呢，负责高级将领选拔的前后2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分别是张扬和苗华，而后来张扬落马自尽，苗华也被调查。近期苗华案持续发酵，中央军委上个月又发文要求全面肃清流毒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王凯也受到了清洗。王凯的失踪告诉了我们，在阅兵的盛大帷幕背后，中共军队高层的权力斗争依旧是激烈和复杂。所以9月份这场阅兵，不管场面上有多宏大，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这只是一场政治表演。习近平越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权威，就越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还有他政权的脆弱。
一场大阅兵不仅是给国内看的，也是一场重要的外交秀。但是如果观礼台上没有几个重分量的人，那就尴尬了。我们还是对比10年前的2015年，那时候虽然西方大国领导人没来，但好歹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是来捧场了。而今年呢，随着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已经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的元首表态会参加了。放眼望去，唯一能给习近平撑场面的大国领导，恐怕只剩下俄罗斯的普京了。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普京计划在8月31号到9月3号访问中国，行程长达4天。这对于普京来说是相当罕见的长时间访问。他会和习近平举行大规模会谈，然后出席9月3号的阅兵活动。日前呢，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斡旋下，普京一度答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乌俄停战闪现一线曙光。然而呢，普京很快就食言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承认泽连斯基是乌克兰事实上的领导人，但是拒绝承认他执政的合法性，理由是他担任总统的期限已于2024年5月结束了。白宫方面则认为，俄罗斯此时抛出合法性的问题是对当前和平努力的干扰。美国官方多次明确指出，根据乌克兰本国的宪法还有法律，在国家处于戒严状态期间举行选举是被明令禁止的。乌克兰宪法规定，现任总统将继续履行其职责，直到新任总统选出并就职。因此，退出选举是完全符合乌克兰法律的合法行为。在上周末，川普总统正式签署了一项对乌克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售案，授权提供价值约8.5亿美元的350枚 AGM-158B JASSM-1R 增程型联合空对地距外飞弹。这是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一次重大的战略升级。JASSM-1R 是一款射程超过900公里的逆踪空射巡弋飞弹，它将使乌克兰的 F-16战机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空域对俄军身处的指挥中心、后勤枢纽，还有克里米亚等地的关键目标进行精确的打击，而且是透过总统拨款权的快速交付模式。这项军售极大地提升了乌克兰的战略威慑和不对称作战能力，预计将深刻影响战场的未来走向与谈判的格局。这无疑是川普对普京的极限施压手段。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和普京秀友谊，不知道会让川普作何感想呢？北京会不会因此招来更大的制裁风险？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一边是北京冷冷清清的观礼台，另一边呢，在中国的周边却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就在北京阅兵前夕，印尼和美国搞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超级加鲁达之盾联合军演。除了美印两国，还有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法国、英国等11个国家参加。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将军的话说得很明白，演习的目的就是吓阻任何企图以暴力改变现状的人。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吧。中共自己也想搞个朋友圈。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于9月17日到19日登场，邀请了100多个国家的代表。但兰德公司的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说，这个论坛主要就是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你应该打包回家了。说白了，就是想拉拢一些国家，搞一个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平行的体系。但现实是，一边是真正有多国参与、真枪实弹的联合军演，另一边呢，则是一场只有少数朋友捧场、为了掩盖内部问题的阅兵。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反映了中共在国际上的真实处境，越来越孤立。好了，说到这儿，我们来总结一下。一场即将到来的93大阅兵，我们看到的不是自信和强大，而是一幅充满矛盾的危机图景。对内是极度的恐慌，为了确保一场表演万无一失，不惜将整个首都变成一座巨大的监狱。维稳手段是不断升级，在军队是激烈的内斗。阅兵前夕，高级将领神秘失踪，背后牵扯出复杂的派系斗争和权力清晰。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力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对外呢是空前的孤立，只能和同样被孤立的俄罗斯抱团取暖，而周边的国家则在美国的带领下用联合军演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有学者把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形容为蛮牛撞墙，你越是展示肌肉，西方国家就越是警惕，越是加强对你的围堵。那这种军事冒险最终只会是自我毁灭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几天后通过屏幕观看那一场整齐划一、气势磅礴的阅兵时，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一场庆典哦。在那片血旗的海洋和钢铁的洪流之下，隐藏的可能是一个政权最深的恐惧和他在末路狂奔前最后的挣扎。这出大戏会如何收场，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您对这次阅兵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王凯的失踪意味着什么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